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猜这个1083话的信息。这个科布拉应该是死透了，萨博被抓拍到和尸体同框，明显是一个诬陷的案子。我们知道，从弹头岛篇章开始，尾田老师就一直想玩侦探的故事，也是和青山刚昌两个人愉快的对谈了一波，是吧？那么他这个自勇军玛丽乔亚谋杀案，他可能用到哪些故事呢？其实我是有一点点眉目的，我就开始瞎猜了啊。我猜这样关键信息就藏在这个自勇军南军军队长林德巴克身上。这个林德巴克是谁呢？我们看他一直在飞，是吧？就拿着先进的武器冰冻枪啊，是的，他的人物原型之一应该就是来自这个美国飞行员、作家、发明家、探险家、社会活动家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他于1927年驾驶单翼飞机圣路易斯精神号从纽约罗斯福机场横跨大西洋飞到巴黎勒布尔热机场，成为史上首位完成单人不着陆飞行横跨大西洋的人，并以此获得荣誉勋章。美国圣地亚哥林德伯格机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人呢，他是反战的。二战头几年，他一直公开支持中立，反对对英国提供援助。然后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又开始公开支持美国的战争态度，而且参加了太平洋战区的50几次飞行任务非常的对事儿不对人，很有原则的这么个人。他的事迹也被拍成传记电影《林德伯格真空记》，在1957年上映，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特效提名，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100年来最伟大的励志电影第69名。那么为什么说他是这个玛丽乔亚谋杀案的线索人物呢？因为这个林德伯格设计一场轰动世界的谋杀案。他的儿子小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在1932年在家中被绑架，凶手要赎金5万美金，后来加到7万美金，最后小查尔斯·林德伯格惨遭撕票。这个案件震惊美国，被称为世纪犯罪或者耶稣复活以来最大的犯罪。这个事件被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也就是阿婆，借鉴为原型灵感，创作了著名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死者就是个隐藏身份的富豪，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起绑架案的真凶。他离奇的死在抛锚的东方列车上，身中12刀。车上的大侦探波罗临危受命，现实破案侦探嘛都喜欢临危受命都喜欢现实破案，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然后就是这个阿婆最拿手的套路就是制造一个封闭的环境，比如大雪封闭的山庄啦，行驶在尼罗河上的游船啦，还有就是这个因为暴风雪抛锚在荒郊野地的列车，凶手就在我们之间也不知道为啥每次都没人怀疑侦探是凶手很奇怪。波洛询问车上的12名乘客，然后发现每个人都有作案动机，每个人都和绑架案的受害者有关系，而且每个人都在隐瞒和绑架案的关系。经过波洛严密的盘问和推理，发现这是一起合谋作案，车里的12个人串通，集体制造不在场证明，隐藏作案时间，然后全员恶人，每个人进去捅了一刀。原来不是凶手就在我们中间，是他妈我在凶手们中间。当然还有个可能是第三方化妆成列车员，然后杀了人之后跑掉不在列车上。虽然看起来更扯，但是他们选择了为车上的12个凶手隐瞒真相。那么这个玛丽乔亚的谋杀案，如果他是要玩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梗，很有可能后边也是出现多嫌疑人，比如自勇军的干部、海军大将、CP 那一伙其他的国王的卫队长天龙人等等等等。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协同作案呢？其实也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想一想，这个科布拉王可能跟哪一伙人有仇呢？没有错，因为他是唯一不愿搬上玛丽乔亚成为天龙人的20国国王。那么在其他8国自勇的国王和其他对天龙人敢怒敢言的国王看来，这个人明显就是天龙人的代表。杀了他又能解恨，又不会引起天龙人的大举反扑。在海贼王世界里，处于天龙人的淫威之下，当个小国国王，在自己国家还能号令一方，到了玛丽乔亚立刻就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8国叛乱聚焦天上街，那么天龙人这边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不叛乱的这些人把差的钱补上呗。那么差多少呢
2年前，斯潘达姆说，加盟国有170个，其中50个可以参加世界会议，相当于世界上排得上号的大国啊。瓷古王国这种罪儿小国居然都算在内。那么自由军这次一口气弄了8国国家反叛，其中包括50国的鲁西亚打字机王国。如果剩下120个国家是那种可以忽略不计的通点小国，那么剩下的国家平均又要多交19%。萨博这家伙财富、名声、力量被当神仙拜，我们这些国王3个之后又3个，3个之后又3个，快10个了，大哥，这个恨意就很好理解了吧？所以这其实又是类似上一集剔骨上校的人铁馒头的故事的放大版。上一集穷苦的老百姓不敢找海贼干仗，把怒气发泄到保护自己的善良海军身上，把剔骨宰了换钱。这一回有没有可能是交不起天上金的小领主们不敢找天龙人干仗，把怒意发泄到萨博身上呢？把科布拉一人一刀宰了，一方面可以出气，另一方面嫁祸给自勇军，让自勇军和天龙人直接对战，省得自己在中间受夹板气。那么如果自勇军再被天龙人打掉怎么办呢？最终就只能像《天龙八部》里天山派控制的36洞72岛的岛主们等死，死国可乎了，是吧？对这些小领主来说，那真是有一丝希望都不愿意自己上，也是随境心理吧。那么这个林德伯格的脸呢？我们知道他登场是蛋糕岛那一段韦德老师用了《爱丽丝漫游仙境》，那么他的这个猫脸应该就是出自《爱丽丝漫游仙境》里能隐身飞行的柴郡猫，它也是有个戴礼帽的镜头。这个柴郡猫也不是刘易斯·卡罗最先说的，英国很早就有这个俗语 "Grin like a Cheshire Cat"， 就是傻乐的意思。爱丽丝问红心皇后为啥这个猫会笑，皇后跟她说猫都会笑，不笑的猫是 Hello Kitty。 同样的，这个捅了绿牛一家伙的茉莉，她这个大下巴磕子应该也是来自这个爱丽丝漫游仙境的这个龙套，她的挖坑能力也是来自爱丽丝漫游仙境2的这个场景。大脑袋红心皇后把疯帽子家人变小扔到蚂蚁笼子里，看着他们挖坑，然后疯帽子找回来看不到家人，很伤心。他的家人在蚂蚁笼子里挖了个帽子出来，就是这么个情节，就是蚂蚁挖坑的能力。他这个鱼叉就叫茉莉，为啥他打绿牛呢？因为绿牛是茉莉森森果实能力者，他俩都是茉莉，碰上茉莉的祖宗了。茉莉用茉莉捅了茉莉啊，也是玩了个谐音梗。然后这个乌鸦考虑到他那时候一直在玩蒂姆·伯顿的电影，这个灵感可能也是出自蒂姆·伯顿的一个电影，叫做《佩小姐的奇幻城堡》。这里头孤儿院的院长佩小姐的能力就是变成鸟，然后也有一群鸟攻击反派的镜头，只不过他把各种鸟统一成了乌鸦。这个外形可能是来自反派的这个萨缪尔·杰克逊演的吃眼珠的怪物，周围的黑影是主角他爷爷给他比划的影子，只不过他把手脚舌头都遮住了，如果去掉黑影，搞不好也是个什么章鱼鱼儿族的出手怪。最后说一下这个神之骑士团，因为我刚说完那个圣殿骑士团的9人草创骑士，就好多人问我，其实这个还得观察一下呢。他刚给个剪影，我哪猜得到呢？有没有可能是又山寨了巨大王国地之一族的骑士团，弄了个骑士团当原型呢？啊，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他可能就是天祖新的敌人和自勇军打对台，这组人从骑士里来的可能性反而比较小。他一般会换一下，比如你以为他说的是航海，结果说的是骑士；你以为和之国说的是日本，结果说的是圣经的失乐园；你以为空岛说的是天上，结果是海面上。他习惯性的修改。我们知道他11个超新星基本大多是海盗的名字来的，但是能力什么的千奇百怪的，是吧？其实和海盗也没啥关系的，是出自一个电影，我们讲到他们的时候再说。所以这个神之骑士团想了解它的原型的话，名字出来都不够，得能力出来才能有个猜的方向。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上帝现在肥毛头的手术圈做会讲故事男人，喜欢的朋友还请订阅关注收藏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